我重生了，从2025年的现代重生回到了1978年。2025年的林卫东事业有成，白手起家，在45岁的年纪完成了在纽约敲钟的壮举。林卫东没想到自己不过是参加了一场庆功宴，一场大醉之后，在睁眼的时候就回到了78年代。林卫东，你就是不够爱我，你为什么不将工作让给我弟弟？这可是我唯一的弟弟，没了你这个工作，他就要去上山下乡了，你怎么忍心的？姓林的，如果你不把工作编制让给我弟，你想和我结婚，这事儿没门。母亲病重，为林卫东操劳了大半生的女人，临终之际唯一的希望就是看到儿子成家立业。眼前的姑娘很漂亮，虽然我并不算很喜欢她，但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，我还是尽我所能，想要娶李小燕进门。相处3月，李小燕露出了捞女的本性，开始不断张嘴要东西。没有钱你结什么婚？林卫东，我嫁给你们家不是给你们林家当老妈子的。林卫东把编制给了李小燕一家，自己代替李小燕上山下乡。等到国家好不容易放开知青回城，林卫东回城得到的却是母亲在家里无人照顾，离开的时候骨瘦如柴，就连妹妹都早早辍学，而李小燕则借着林家的家财吃香喝辣，找了别的男人。你一走就是4、5年，我给你妈养老送终，花你家点钱怎么了？李小燕伙同她的弟弟和那个男人毒打了林卫东一顿，嚣张离去。这辈子我绝不让悲剧重演。姓林的，我姐在跟你说话，你他妈聋了！早知道这样，当初我就不该同意你跟我姐处。你还想不想当我姐夫了？林卫东什么德行？只要姐姐李小燕露出不愿意结婚的意愿，哪怕天上的星星，对方也会想方设法的弄下来。拿捏这种人，简直不要太轻松。哼哼，既然如此，那这个婚就不结了。没听清楚，那我就再说一遍。刚刚我说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的这个婚就别结了。但有句丑话说在前头，婚不结了，这没问题，但给你的彩礼，你得1分不少的给我退回来。还想用上辈子那一套来道德绑架老子，真当老子没脾气？姓林的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把话说清楚，什么叫婚不结了？我就这么一个亲弟弟，只要你把工作给了我弟，帮他去上山下乡，我立刻就跟你扯证。今天林卫东怎么了？感觉跟突然转性了一样，难不成是知道了我的心思？谁要跟你去扯证？别想美事儿了，工作我不可能让。现在请你们姐弟离开，我要去医院看我妈了。姓林的，你他妈的别后悔！后悔？笑话！老子只后悔上辈子没早点看出你们这一对姐弟的狼心狗肺，还想让我再当一次冤大头，做梦去吧！姐，这到底咋回事啊？姓林的咋突然就翻脸了？姐，你得想想办法，我可是你唯一的弟弟，我不想上山下乡，那苦日子就不是人过的。平日里这个林卫东恨不得把自己姐姐捧在手心里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今天这是咋的了？突然就翻脸不认人？放心，姐答应你的事儿当然会办到，姐不会让你上山下乡的。可能是咱们催得紧了，起了反效果，才让这姓林的想造反。那咋办啊？姐，你得想想法子。建华，你放心就是，姐有的是办法。姓林的想跟姐翻脸，还要让老娘退彩礼，想屁吃！你过来，姐说给你听。姐，还是你厉害。姓林的不是号称孝子吗？从他妈那把老骨头下手，保准手捏把钻。老同学，你怎么站在门外发呆，不进去看看阿姨？正准备进去呢，倒是你怎么有空到这边来？该不会来查房的吧？这是秘密，倒是你那位未婚妻呢？分了。分手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啊？昨天我跟阿姨聊天的时候，还听说你们马上就要结婚了呢。卫东和那个李小燕闹掰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
看着我干什么？不和你说了，我还有工作。另外，阿姨的病情还是能控制住的，你不要灰心，千万不要放弃治疗。淼淼，很高兴再见到你。上辈子我心灰意冷的时候，是你如同一抹刺破黑暗的阳光一般陪我走出阴影，鼓励我下海创业，才叫我走上人生巅峰。而我却偏偏跟傻瓜一样无动于衷，不懂你的心意，才叫你屈服于家庭的天价债务嫁给别人。如今重活一遭，再也不能叫珠玉蒙尘了。臭小子，站在门外不进来做什么？我刚听到你和别人说话，是我未来的儿媳妇小李吗？妈，我想你。你这孩子，突然这是怎么了？对了，我问你话呢，小李怎么没跟你一起来？来个鬼！这辈子就算是李小燕倒贴给老子也不要。但这事儿，一时之间不能让母亲知道。母亲的身体要紧。妈，你老问他干什么？我是你儿子，来看看你不行啊？能。不过你这臭小子，还是早早跟小李结婚。到时候妈抱个大胖孙子，就是闭了眼，也有脸面去见你早死的爹了。上辈子林卫东老是觉得母亲唠叨，可重生归来，他却无比珍惜这样的时间。淼淼说的对，母亲的病并非是绝症，上辈子治不好，很大的原因在自己。7、8年国内的医疗技术还非常落后，但是在海外已经有相当成熟的技术。想要避免上辈子的悲剧发生，目前自己需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先搞钱。港城是第一批改革开放的城市，80年代末期，周遭个体营生的行业开始逐渐火爆。有着上辈子几十年的阅历和经验，乘上时代的东风，我林卫东一定会比之前走得更远。这辈子我不但要抱得美人归，更要让母亲和妹妹过上梦寐以求的好日子。这辈子手里的全是王炸，不过商机从哪来？卫东哥，你咋来了？我们还当你下午请假不来了呢。上午那会儿，嫂子气势汹汹的来找你，我们还以为你凶多吉少了呢。别叫嫂子，我和她掰了。分了？卫东你咋想的？人家李小燕可是公社的放映员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好对象，你咋跟人分了？是，老子配不上，你配得上。老子又不是上辈子的清纯处男，哪里不知道你赵海波肚子里藏着什么鬼主意？我早就说过你配不上，但是这你们聊着，我先去厂里了。倒是许大头性情憨厚，可以值得深交。大头，你们今天下午轮班吧？这会儿来厂里干嘛？今天厂里发工资，说是拿服装抵账，我们来早点。海波说能选点好卖的拿去换钱。商机呀，这不就是老子梦寐以求的商机吗？卫东哥，你咋了？大头，想赚钱不？国营纺织厂的学徒1个月才11块钱，赚钱哪那么容易？总得想个法子。继续这么下去，别说厂里的职工们不愿意，我这张老脸也脸上无光，暗地里不知道被多少人戳脊梁骨。是得想个法子，老拿服装抵账，这说不过去。但就算改革，也得一步一步来，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。老秦，你想想办法。我先去求求朋友看看吧，但能出多少货，我心里没底。也只能如此了。两位领导，如果是仓库里的积压货的话，不如交给我试试。胡闹！卫东，我们知道你是好心，可你不知道厂里的仓库里到底压了多少的积压货，你解决？秦科长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你怎么解决？张厂长，这话就不对了。谁说科长解决不了的事情我就搞不定？给我1个礼拜，我全能搞定。赶立军令状。赶立军令状还1个礼拜？林卫东是不是疯了？胡说八道！这话我就当没听到。赶紧回车间干活。卫东啊，我知道你是好心为厂里着想，但50吨货物不是个小数字。秦叔，这是秘密，
我敢跟你打包，这事儿我能解决就是了。7天，1天不多，1天不少。您给我个底价，我卖多少和厂里无关，这个得签合同。老秦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老张，难道你有更好的办法？万一他跑了咋整？我担保。听说了吗？林卫东这小子说自己能处理掉车间积压货，还立了军令状。想屁吃！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，只顾着说大话。吹牛逼谁不会？活该被人甩。一群就知道落井下石的蠢货。卫东哥，厂里同意，我没意见。可那可是50吨货，咱们怎么可能处理得掉？卫东哥，要不你回去和秦科长低个头吧。行了，我林卫东可没有说大话的习惯。你拿着这50块钱，明早去车管所雇一辆大货车，装上1车服装，然后到我家门口等我。卫东哥，咱们上车吧。卫东哥，咱们去上林村干嘛？咱们不是要卖货吗？去农村能卖货？你跟着我就是了。还有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叫我林科长。好，卫东哥，不对，林科长。同志，你找谁？老先生你好，我们是港城国营纺织厂的，我叫林卫东，是纺织厂的销售科长。瞧见我身后的货车了没有？都是我们服装厂的新品，质量和款式都是上等的。领导啊，我们不要，也没钱要，我看你还是换个地方卖吧。老村长，我们厂相应国家号召支援农村建设，这批衣服是给你们发福利的。这批衣服不卖钱，只换粮，新粮也好，陈粮也罢，都能换。如果是真的，那老汉我先换2件。当然是真的，稻米那就5斤换1件，粮米和玉米杂粮就10斤换1件。就是劳烦您老用一下村集体的喇叭，把这好事儿传达给乡亲们。纺织厂的领导来村里发福利，可以拿陈粮换衣服，5斤稻米换1件，杂粮就10斤换1件。这事儿成了，果然商机无处不在。谁能想到，在城里人人看不上的国营厂服装，在农村市场却是香饽饽。苦了一辈子的农民，若是花真金白银，兴许舍不得，可用家里遗留的存粮来给家里老小换上一件新衣服，谁能拒绝？卫东哥，咱真换啊！这么多服装换粮，咱们不是亏了吗？亏本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提前了解了价格。陈粮虽然价格不高，但就这么来回利润，起码有10个百分点，这他妈妥妥的就是暴利啊！乡亲们，别急，一个个排好队，我担保陈粮换新衣，咱们上林村的村民们，家家户户都能穿上我们国营厂的新衣。太好了！林卫东在上林村整整兑换了1个下午，才将货车里的服装、压箱货清空了小麦，连夜带着许大头赶往另外一个村子故技重施。7天之后，困扰了国营厂好几个月的压仓货全部兑换一空。这小子究竟怎么做到的？7天，竟然真的将库存全部解决掉了。这一下，你一颗心可以放进肚子里。下个月啊，你这个副厂长就不用看职工们的脸色了。我服了，那小子到底怎么做到的？这一趟，林卫东得挣多少钱啊？6000块钱，这可是相当于大半个万元户了。不到7天的光景，就赚取了别人1年都赚不了的钱。有了这笔钱，启动资金就有了。大头，这500块钱是你的，当初卫东哥答应带你发财，做到了没？卫东哥，这是你赚的钱，咋能给我500块钱？这也太多了。大头果然能处，让你拿着就拿着，放心跟着哥，以后发财的机会还多。只要你踏实肯干，哥肯定带着你发财。这也太多了，哥，我真不能要。我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，卫东哥的脑子到底是咋长的？卫东哥，以后你让我干啥就干啥。卫东，你咋才回来？我都找了你2天了，快跟我走！淼淼，出什么事儿了？难道是我妈的情况不好了？阿姨没事儿，
不过出大事了。前天李小燕来找阿姨了，她也不知道跟阿姨说了些什么，阿姨差点没气晕过去。我还没来得及找你算账，你竟然去找我妈了。那么好，咱们就新账旧账一起算。500块，比我1年的工资还多。就算我不吃不喝，整整3、4年都赚不到这个钱啊！大头回来了，怎么样？这7天忙什么去了？都没见你人。海波哥啊，这2天我没在，跟卫东哥做点事。大头，你发财了，这么多钱，差不多得有500、600吧？哪里弄的？大头，你不把我赵海波当兄弟啊？有钱大家一起赚啊！没有，都是卫东哥给我的，说是这2天的帮忙费。我不是不带你，那我先睡了啊。许大头这夯货都赚了这么多钱，那林卫东到底挣了多少？呵呵。妈，我来了。臭小子，你还有脸回来？彩礼都给过了，你们定好了下个月就要结婚，而你一句话就要退婚，你非要气死我才高兴。有什么事我们出去说，不要打扰我妈休息。我不去。姓林的，有什么话当着阿姨的面来说，看当着你妈的面，你是不是还敢说出来分手的话？往日里，只要我拿出这个杀手锏，就算姓林的有再不愿意，也得就范。正好我也想跟我妈解释清楚，想要我替你弟上山下乡，还要我让出自己国营厂的编制，凭你也配？今天我林卫东这个话放在这儿，这个婚我退定了。姓林的，你敢？我可是公社的放映员，追我的人不知道有多少，凭什么你要退婚就退婚？凭什么？就凭你和你们公社的领导不清不楚？难道自己和领导的龌龊事被林卫东撞见了？姓林的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可以告你。行啊，既然你说我血口喷人，我现在立刻就可以上报。我倒要看看保卫科能不能查个水落石出。上辈子就撞见过你和那个老东西暧昧，老子几十年的阅历是白给的，本来还不知道怎么整治你，谁知道你这捞女竟然往枪口上撞。他竟然真的知道，不行，一定不能上报。姓林的，算你狠。我让你走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婚不退也得退。我们老林家当初给你们家的彩礼1分不少的给我拿回来。姓林的，你做梦！退彩礼，这不可能。不退你试试，我见不到彩礼钱，保证你和你们公社领导的丑事一定会天下皆知。不能让这个事情传开，否则我就毁了。李小燕灰头土脸的离开，承诺3天内当初家里给的1000块钱彩礼如数退还。儿啊，是妈对不住你啊。妈，你说啥呢？是这李小燕人品不行，你才没看出她的心思。我知道你是想早点抱上大孙子，你放心，迟早的事儿。臭小子又来骗你妈。妈，你觉得霍医生给您当儿媳妇怎么样？你是说淼淼？臭小子，你不是来糊弄妈的吧？我保证。卫东哥，不好了，有人实名举报你。慌什么？慢慢说。卫东哥，听我的，先出去躲几天。林卫东看得出来，许大头这是想替他顶罪。全国都解放了，往哪躲？谁举报的我？举报我啥？你说说看。李建华，你前小舅子。赵海波知道李建华对林卫东不满，昨晚特意找到他，一番怂恿之后，李建华跑到保卫科举报林卫东投机倒把。别慌，先去看看怎么个事儿。林卫东，你别跑！看到赵海波也在，林卫东就已经明白了几分。不用问，肯定这家伙在背后使坏，要不然就凭李建华这个巨婴，还真想不出这损招。跑？我为什么要跑？抓他抓他！就是他投机倒把，坑害老百姓。进去吃几天窝窝头，看你还嚣张不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卫东哥不是坏人，没干坏事。滚开！要不然连你一起抓。大头，我早说过让你离林卫东远一点，你就是不听。现在好了，跟着他一起蹲吧梨子吧。小刘，有什么事慢慢说，不能上来就抓人啊。刘科长，抓人也得有个理由，我到底是犯了哪条法？投机倒把，别不承认。你那点破事，全场都知道了。说我投机倒把，
也不看看是什么年代了。你给我消停点，我们厂的事和你屁关系。卫东，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林卫东明白李成海这是在帮他说话。刘科长，您看，这是我和厂里的合同。我才上班几天，我哪知道算不算？我是工人，我帮着处理积压货，不算投机倒把吧？你说钱呢？货款呢？货款上交了，不信你可去找厂子财务。这个我可以证明。科长同志，今天头版头条就是鼓励发展经济建议，我处理积压货就是为国民经济做贡献，你们抓我就是反对国家政策。别听他胡扯，货款大部分都进了他的腰包，他这是贪污，比投机倒把还严重。国家没有政策鼓励你贪污吧？两位科长，手铐可是针对犯罪分子的，你把我铐上算怎么回事？你就是犯罪分子，心里没数吗？他就不是个东西。和我姐说，把工作让他去边疆，立马翻脸，判他刑。闭嘴！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。再说，把你也送过去。走吧，有什么事回所里慢慢说。我劝两位科长一句，最好现在就把手铐给我打开，要不然到时候你俩求我都没用。求你，回到科里，我好好求求你。到科里先敲了你的牙，看你嘴还硬不？卫东哥，卫东，你犯什么事了？不是吧？刚刚典型报上去就出事了？还能为啥？我帮着厂子处理积压货，有人看着不高兴了呗。李长海挤开人群，简单的把事情经过说了。真是胡闹！你们没看到海报吗？没看到报纸吗？林卫东是我们厂的经济建设标兵，居然被你们考住了。还记得我刚刚怎么说的吗？卫东哥说过不让你们靠，你们非得靠。现在好了，摘不下去了吧？不好意思，张厂长，我先去趟保卫科。我等你行，市里的领导也能等你吗？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。这点事不用我给你们所长打电话吧？小刘小李不傻，知道跟在张卫国跟看的都是市里领导，今天真把事闹大了，搞不好工作都得丢了。卫东哥，不是我俩想为难，是有人在背后使坏。你等着，回头我替你好好收拾收拾他。等的就是你这句话，这下李建华有的罪受了。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15，你俩给我等着。我们就需要你这样头脑灵活的好同志，以后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，尽管来找我。汪跃进对林卫东印象极好，一番询问过后，便叫记者李出生进行采访，说是要登到日报上大力宣传。以后还诬陷好人不？半个小时前，李建华、赵海波被小刘、小李找到，并且被友好交流了一下。说吧，认打还是认罚？认打怎么说？认罚怎么说？认打劳教半年，认罚交每人200罚款。200相当于普通人大半年工资。尽管如此，李建华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认罚。半个小时之后，李小燕交了罚款。姐，林卫东太不是人了，他欺负我，你看看这让人打的。小燕，快看，你男朋友上报纸了。我男朋友不会是林卫东那个死鬼吧？全市经济建设标兵。报纸头版头条正是李出生的文章，经济建设标兵林卫东几个大字格外显眼。小燕姐，你真有福气，找了个好的男朋友。是啊，你就等着过好日子吧。帮着厂子清库存，怪不得对我爱答不理。不行，这条大鱼不能让它跑了。阿姨，身体好点没？好多了，好多了呀。你今天不上班吗？咋不上班？我是特意请假来看你的。阿姨，你劝劝卫东，我是真心喜欢他，你看看他是怎么对我的。林母彻底被李小燕搞懵，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。阿姨，你别听外面那些人嚼舌头根子，我就是长得太好看，招他们嫉妒我。卫东，你来了。你是来送钱的吗？卫东，你别走，你别离开我行不？你离我远点，让我女朋友会误会的。女朋友？你女朋友不就是我吗？这才是我女朋友，咱俩早就没关系了。就他，林卫东，你说说，他哪比我强？李小燕，你听说过一句话吗？什么话？野鸡尾巴再长，也比不上凤凰。什么？你说谁是野鸡？
你和淼淼比起来就是野鸡，自不量力的野鸡。我告诉你，我家淼淼人美心善，你和她之间就像野鸡和凤凰，根本没有可比性。好，林卫东，你给我等着。慢走，不送。傻儿子，还不追？林卫东，你什么意思？拿我当什么了？我啥意思？你还不明白吗？他不会是要向我表白吧？我该拒绝还是接受呀？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吧。淼淼，你要不说话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想做我的男朋友，你还得等。淼淼，你放心，只要你跟了我，以后一定会有好日子过。我会赚很多钱，给你买大房子 ，LV、爱马仕、香奈儿，随便买。LV 是啥？爱马仕又是啥？我操，坏了！意思就是我会对你好一辈子，让你的生活比蜜还甜。小林子又跑哪吹牛去了？张副厂长找你呢。他找我，肯定有好事。这小兔崽子跑哪儿去了？一上午没见人影。我听许大头说，去医院给他妈送饭了。小兔崽子，快滚进来！厂长找我有事？是这样的哈，经过厂领导班子商量，决定破格提升你为销售科副科长。他妈的张卫国，这种事居然不和我商量，拿老子当空气是吧？副的不干，要干就干正的。这小子行，有股子狠劲。啥意思？都冲我来是吧？秦科长，你别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啥意思？就是厂子对外承认我这个科长就行，销售科的工作依旧是秦科长负责。别扯没用的，对外你是科长，我是啥？我算啥？行了，吵什么吵？听我说一句。老秦，小林这是厂领导班子的决定，接受也得接受，不接受也得接受。小林从工人直升副科长，在厂里已经是史无前例的破格升迁重用，你别不识抬举。破格不破格我不管，反正副的不干，反正已经得罪了秦东来，索性破罐子破摔，爱咋咋地。你想当科长没问题，我向你保证，只要干出成绩，我立马让老秦走人，把位置让给你。这些年厂子销售业绩越来越差，主要领导早就对秦东来不满，只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替。这话是你说的，我可记小本本上了。我还有个要求，给我配台轿子，让许大头给我当司机。你个小兔崽子，蹬鼻子上脸！轿子，我还没坐上轿子呢。厂子有台货车，不要用就拉倒。货车就货车，总比没用强。我们国营大厂要为广大老百姓服务，要生产就生产耐磨耐用、精脏的产品。我看中山装就是最好的选择。60、70年代华夏大地，普通老百姓无论男女，日常穿着都是以黑白灰中山装为主。小林子，你说说。必须争取主动，要不然靠啥赚钱？中山装很好，老百姓需要。不过我想生产一些主打年轻人的市场的运动服。年轻人就不是老百姓了。运动服，年轻人都忙工作忙学习，哪还有时间运动？运动服不一定非得运动时才穿，平时也可以穿。我的想法是主打时尚，就像阿迪、耐克。一激动又说错话了，这个时代谁知道阿迪、耐克？小林子，你说的阿迪可是阿迪达斯，我去京城参加进口服装展会时是见过。啊，我也是听别人说的。咱们要生产就仿梅花牌。梅花牌运动服在1972年被正式指定为国家体委制式运动服，在70年代绝对是无人不知的大品牌。你才多大，知道个屁！老子吃过的米比你吃过的盐都多。这是一点脸都不要了。会议室的气氛变得紧张了起来。林科长稍安勿躁，咱们是讨论问题，和你吃多少米有啥关系？我在厂子干了一辈子，我还不如你，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，听你们的厂子都得黄。您嘴上有毛，听您的，厂子还不是年年亏损？一句话怼得秦东来彻底无语。厂子效益不好是事实，他这个销售科科长难辞其咎。行了行了，别吵，其他人也说说看法。我看不如这样，各生产200件，投入市场试试水，哪个效果好就继续生产。我没意见。在秦东来看来，运动服不可能有市场，只要造成库存积压，林卫东的副科长肯定会被拿下。但他不知道，改革开放后市场也发生了变化，老式的中山装已经无法满足需要，作为穿越者的林卫东却是再清楚不过。说说吧，有什么想法？
让车间按这个款式生产，男款天蓝色，女款红色。这小子行啊，画得很标准，不比工程师差。运动服投入市场1周，总共只卖出去3件，张卫国不得不再次召开销售会议。我说什么？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，现在卖不出去，都傻眼了吧？一路以来是张卫国顶着压力提拔的林卫东，如果林卫东这次失败，恐怕连他的位置也会不稳。反之，如果成功，张卫国很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任厂长。看来是我太急了，高估了市场，得想想办法，怎么才能把销售搞上去。不是我说，年轻人不能有了点成绩就翘尾巴。我看你还是回去扛大包吧。啥玩意儿？瞧不起谁呢？给我1周时间，200件运动服剩1件，我林卫东辞职。别说销售科，我连这个工人都不干了。70年代，国营纺织厂可是铁饭碗，一般人挤都挤不进来。大丈夫说话算话，到时候可别不认账。林卫东还是年轻，太冲动，玩不过老奸巨猾的秦东来。1周时间，我要是卖完了，又怎么说？别1周，我给你1个月。你要是能卖完，这个科长的位子给你，我下车间扛大包去。好，没问题，你就等着去车间扛大包吧。林卫东、徐大头一上午连跑了10几家商店，得到的回复是运动服根本就没人问。大部分人去商店都会选择中山装、达达、杀猪菜老板牛小伟，原来也是纺织厂的工人，与林卫东关系不错。卫东哥，我看不行，咱找张厂长认个错，还是回车间好好干活吧。问题出在哪儿呢？看来想办法做宣传，只是这时代既没网络，也没短视频、报纸、电视，别扯了，200件还不够广告费。爸，给我做点好吃的，后天学校运动会。半大小子吃穷老子，一天天的就知道吃。运动会全市的，你参加啥项目？全市的初中、高中都参加，我是校篮球队的大前锋。篮球队的，你们有队服吗？林叔叔赞助你们，怎么样？你拿啥赞助？咱厂里的中山装。你别管，我明天去学校。通过牛刚找到了体育老师何大壮，说明赞助服装的事。何大壮很是高兴，欣然接受。何老师，我有个小小的要求，在比赛期能不能帮我们厂打广告？没问题，拉个横幅行不？行，太行了。转天，全市中学生运动会如期举行，市一中篮球队以绝对优势拿下了第1场比赛。队员们整齐的运动服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。别急别急，大家都有。半个小时后，门市被一抢而空，没买到的顾客不肯离开，门市主管只好找厂里要货，工厂立刻进行生产，结果依旧是供不应求。首先，我代表厂里向林卫东同志表示感谢，这批运动服为我们工厂开了个好头。老秦，厂领导班子研究决定，正式任命林卫东为销售科科长。大伙儿都没意见，那就先散会，等到了日子再说。电话是打给流氓头子大虎的，他是想找人教训林卫东一顿，这样才能保住科长位置。秦东来答应事成必有重谢。大虎挂断电话，立刻找来了手下4大金刚。来找我们霍医生？空着手来的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你们别瞎闹，以后得改口叫姐夫了。林卫东心情很好，和小护士们开着玩笑，快步进了母亲的病房。林母这段时间心情好，病也好了大半，看上去脸色好了很多。妈，我看再过几天你就能出院。傻儿子，妈现在就能出院，多住几天还不是为了给你创造机会？看来老妈对霍淼淼很满意，这样再好没有。霍医生，快下班了吧？淼淼，一会儿我请你吃饭，那家馆子你点。在70年代，去饭店吃饭绝对是一件很有面的事儿。我没空，以后请叫我霍医生。好的，淼淼。
傻小子，还不快跟上！淼淼，我请你去惠宾吃包子，那儿的锅包肉也一绝。惠宾饭店是当时最好的饭店之一，至今依旧是网红打卡地。叫我全名或者霍医生。好的，淼淼。妹妹，盘挺亮啊，陪哥哥玩玩去。臭流氓，滚远点！妹妹，你咋知道哥哥小名叫臭流氓？耍流氓最好滚远点。你找打是不是？林卫东上一世和这两人打过交道，知道他俩是大虎手下4大金刚之二，心中已经明白了几分，这肯定是秦东来指使的。大彪，下手有点轻重，别把这小白脸子打残了。老子穿越前可是上过擂台，参加过搏击比赛的，今天必须杀了他！嘿，现在滚，我不打你。打我？敢打我的人还没出生呢！哼，找死！滚！现在滚！我不打你。范大彪是4大金刚中最能打的，连他都不是林卫东的对手。王二狗自然不敢向前，连忙扶起范大彪。你小子摊上事了，有种别走，在这等着老子！哼，装什么装？淼淼，下着没？哥刚刚帅不帅？别以为我傻，这两人是你找来的吧？我操，这娘们儿脑回路也太清奇了吧！淼淼，你别误会，我怎么可能认识这两臭流氓呢？别以为我傻，流氓就那么不抗打，一拳就让你打倒了。我记得上学时候你就没怎么打过架，竟让人欺负了。林卫东很想告诉霍淼淼，上一世他不但学过搏击，还上过擂台，拿过业余组比赛的冠军。这样的混混，10个8个都不是问题。只是他说了，非得让霍淼淼送去精神病院不可。我上学时那叫树高勿用，怕伤到他们。鬼才信你！以后离我远点，我最讨厌不诚实的人。等等，一会儿再让流氓跟上，还得我保护你。那俩流氓我真不认识。哎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，我来，你没劲。你会急救？快把我自行车推过来，送他去医院。刚刚的急救手法是谁教你的？霍淼淼哪里知道，这些简单的急救手法在后来基本是人人都会的常识。我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等他醒了，问问住哪，我去通知他家属。在这个时代，私家电话都属于奢侈品，更别提手机之类的。霍医生，听说你家人病了？不是，是在路上遇到的。这不是汪副市长的父亲吗？汪副市长的父亲，这不是捡到宝了吗？半个月前，汪副市长陪着父亲来过医院，就是唐学凯接待的。跑回来办公室，连忙给汪跃进汪副市长打去电话。接到电话的汪跃进立刻让司机往医院赶。是你把我父亲送来医院的？是我和我女朋友霍医生。占我便宜，你等没人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林卫东当然不想，可赖着不走好像也不对，只得先出病房。小林，你在走廊等我一会儿。太好了，我就等你这句话。小林，今天得谢谢你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没什么可谢的。这小子不错，人品正，脑子灵。汪跃进又问了一些工厂的情况，林卫东说了工厂转型生产运动服的情况。行啊，小林，原来抢购运动服的热潮是打你这来的。年轻人头脑就是灵活，有什么困难尽管提。暂时没有，以后少不了麻烦您。抱上这条大腿，以后一定顺风顺水。两人分手时，汪跃进将自己办公室的电话留给了林卫东。林卫东半开玩笑的将自己遇到王二狗范大彪的事说了。秦科长有什么冲我来，别招惹我女朋友。林卫东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装什么装？王二狗范大彪是你找的？秦东来只是找了大虎，至于大虎派谁去，事情进行的怎么样，他是一点都不知道。林卫东这么一闹，办公室外面聚集了不少人，有人怕出事，跑上楼去找张卫国。什么二狗？大彪，我不认识，事办砸了。装糊涂是不是？住手！林卫东，住手！张副厂长，你看到了，还没转正就要打我，这要是转正了，不得吃了我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疯了？纺织厂还装不下你了吗？连领导你都敢打？林卫东将昨晚的事说了。张卫国听完也是一脸震惊，他
他万万没想到秦东来能做出这种事。林卫东，你这是血口喷人！我不认识什么大虎，更不认识王二狗、范大彪。韩厂长回来了。韩厂长韩学强是纺织厂现任代厂长，前段时间出差去了京城，张卫国临时代管厂子工作。他还有一个身份，那就是秦东来的姐夫。卫国，你们这是在吵什么？哼，韩厂长，您回来了。韩厂长，你可回来了。你再不回来，这纺织厂姓啥就不好说了。张卫国听得出来，秦东来这就是在挑事，连忙将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。我出差不到半个月就闹出这么多事，这个张卫国是想谋权篡位，我不好拿他开刀，那就先斩他身边人。你说是秦科长找人背后黑你，证据呢？林卫东就是想吓唬吓唬秦东来，也没想到韩学强能突然回来，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证据？啥证据？这事儿除了他不会有别人。空口无凭，诬陷领导殴打他人，这是什么性质？你知道吗？张副厂长，这事儿你看怎么处理呢？韩学强这招可够损的，这是让我自断一臂呀！我看不如这样，让他停职反省。停职反省？开什么玩笑！按照厂规，必须开除。我刚回来，不了解情况，这事就让张副厂长处理了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不如直接辞职，免得让张卫国为难。张副厂长，你别为难，大不了我不干了。林卫东，这两个家伙你认识不？就是他俩，王二狗、范大彪。昨晚汪跃进离开医院，便给保卫科打了电话，说明了情况。当时保卫科科长亲自带队抓捕了王二狗、范大彪。您看看有什么出入没有？是谁指使你俩的？纺织厂的秦东来。神？什么？大虎接电话时，王二狗就在他身边。你胡说八道，我根本不认识你。你说不认识就不认识，拿出证据来。这是刚刚韩学强说过的话，林卫东这就是在打他的脸。行了，小刘，先把人带回保卫科。小刘点点头，便带人走了。行了，我看这事儿就是一场误会。误会？刚刚是谁要开除我的？今天这事儿不处理，我就去找汪市长。林卫东搬出汪跃进，韩学强也有些傻眼，搞不清小工人和副市长之间有什么关系。卫国，这事儿就交给你处理好了。韩厂长，咱们别踢皮球。韩厂长，我看不如这样，先让秦科长回家，大家冷静后再处理。无论对谁来说，这个处理都是最好的。韩学强只能接受。好好干，再干出点成绩，科长的位置就是你的了。卫国，这段时间门市销售情况怎么样？门市也叫第三产业，是纺织厂直属的商店，只是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下，根本发挥不了任何作用。这2个月业绩还可以，不过依旧在亏损。整个门市都是公子少爷，来顾客理也不理，有业绩才怪。门市是我们的门面，销售业绩一定要搞上去。在场的人立刻将目光都看向了林卫东。为了给厂子减轻负担，不如门市由我来承包。市场为王的时代马上到了，手里有几个门市才是王道。正合我意，利用这个机会将他踢出厂子。年轻人有担当，卫国，你看怎么样？门市本就应该销售科管，不过承包就算了。林卫东明白，张卫国这就是想保护他，心中很是感激。卫国说得很好，不过我们要勇于给年轻人机会。韩厂长说得对，要给年轻人机会，我双手赞成。大家都没意见，那就这么决定。散会。散会后，张卫国将林卫东叫到办公室骂了一顿。林卫东也没多解释，谢过张卫国，便离开厂子去了门市。谁叫王军？你哪位？找我有事？我是林卫东。原来是林大科长，来我们这儿指导工作了。我姨父是工会主席，我姨是车间主任，你一个小科长在我这嚣张个什么劲？谁承包我管不了，反正我就干我这一手活。我丑话说到前面，我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什么来历，现在门市我承包，一切都得听我的。不想干了，回车间当女工。林卫东早有耳闻，王娟欺上瞒下，做了不少假账，把门市搞得乌烟瘴气，是3个门市中亏损最严重的。吓唬谁呢？我就不回去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看好了，门市我自负盈亏，也就是说，从今天起，我给你们开工资，我想用谁就用谁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是皇帝老子啊！
我干得好好的，说让我走就让我走，我丢了工作没饭吃，我儿子你养，我姑娘你养。把账本拿出来。你个臭工人出身，还能看懂账本？林卫东穿越前可是公司老总，怎么会看不懂账本？这下王娟彻底傻眼了。贪污公款做假账，这是犯罪要坐牢的。滚！这里不需要你这样的蛀虫。王娟走后，林卫东询问两人，得知几个月没工资了，给每人发了20元作为补贴，拟定了新的规章制度，并保证再也不会拖欠。林科长，您放心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干，再也不偷懒了。林卫东也注意到门市的商品单调陈旧，业绩不好也属正常，必须想办法进点新货才行。卫东哥，这人真多，瞧瞧你，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喇叭裤是70年代末在南方兴起，现在东北根本就没有人见过。林卫东是穿越者，知道喇叭裤将成为潮流，席卷大江南北。这裤子拿货什么价？3块钱一条。这个价格可以啊，回去至少可以卖到10块。太贵了，怪不得你卖不出去。便宜点，我拿几条回去试试。拿几条就算了，你要多要能商量。这样1块钱一条，我来100条，最低1块5，谁赚钱谁是孙子。林卫东知道这个价格已经算很低，连忙掏钱付账，让老板帮着打包。卫东哥，这玩意儿有人要吗？见过有人穿吗？废什么话，快点帮忙。当天下午坐火车返程，路上又买了摇滚明星猫王的海报。林科长，累了吧？喝点水，我帮你按按摩，解解乏。淼淼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和他不熟。别和我说这些，和我有啥关系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要不相信，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。这家伙不像在说谎。林卫东见有缓和，又凑了上去嘘寒问暖，又问霍淼淼怎么来这儿了。原来霍淼淼是下班路过者，被橱窗的喇叭裤吸引了。林卫东立刻夸她有眼光懂审美，终于将霍淼淼哄好。你别送了，前面就是我家。霍淼淼母亲死后，是父亲霍强将她拉扯长大。霍强曾经和霍淼淼说过，要找男朋友必须找高干子弟。我去认认家门，下次来也方便。淼淼，这小兔崽子是谁？爸，这是我同学。叔叔好。谁是你叔叔？滚！离我闺女远点，再敢来，我打断你的腿！喇叭裤，咱们这边也有喇叭裤了。可不是咋的，这玩意儿老流行了。你们是不知道，外国电影里都穿这个。还愣着干什么呢？不买这玩意儿可没了。这3个人都是林卫东找来的托，报酬是每人1条喇叭裤。一番怂恿下，许多人拥进了商店。很快，100条喇叭裤就被抢购一空，还有一大部分没买到，纷纷询问什么时候到货。不瞒各位说，是我从外面找朋友托关系进的，下一批可能要凭票供应了。计划经济时代下，大部分商品都是凭票供应，布票、自行车票、糖票这些东西，直到90年代才逐渐淡出。凭票？我上哪找票去？你得给我想想办法。要不然这样，你们先把钱交了，我这边做个登记。就算你们这次买的到货了，就不需要凭票。没问题，我要2条，我和我哥1人1条。我要3条，我家人口多。在场的人纷纷掏钱拿过来纸笔登记。与此同时，有不少闻讯而来的年轻人都挤在了商店门口。到了晚上下班时间，一共订出去1000多条。林卫东和许大头拿着钱再次去省城进货。你俩这么快就回来了，我这可不退货。我们不是来退货的，你这边还有多少货？我全要了。我这还有1000多条，你全要了，价格也不能便宜。点数。这次林卫东和许大头是开货车来的，很快小货车就被装满了。老板告诉林卫东，他叫阿哲，还说他老家那边水货很多，以后有什么需求可以电话联系。当天中午，两人便开着车回到江城。2天不到就赚了1万多，现在有了启动资金，一下子干点什么？与此同时，林卫东赚到钱的消息在纺织厂炸开了锅，消息很快也传到了李小燕单位。阿姨，你得给我做主，不能让那个小妖精抢走我的林哥哥。小燕这是要干啥？你先起来，有话好好说。阿姨，我知道都是那个骚货勾引林哥哥，你劝劝林哥哥，我现在就和他结婚，彩礼我不要了。李小燕收到了消息，说是林卫东发了财，现在已经是万元户了，追他的姑娘没有1000也有800，她开始后悔，
认为这一切都是霍淼淼的错，便跑来医院闹事。大家快看看，就是这个第三者插足抢了我男朋友，大家给我评评理。你和林卫东的事与我无关，你想闹去别的地方？和你无关，和谁有关？要不是你，我和林哥哥现在已经结婚了。看热闹的纷纷指指点点，都认为霍淼淼是第三者，场面一度失控。你跑到这儿撒什么泼？卫东哥，我喜欢你，我离不开你。我知道你也是喜欢我的，都是那个小骚货的错。我们结婚，我不要彩礼。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我跟你分手和霍医生没有任何关系，你自己做过什么你不清楚吗？我做过什么？我真心真意的对你，那个小骚货哪儿比我强？有些事我本不想说，但为了霍医生的清白，我今天必须把事情说清楚。1个月前你在妇科医院打的胎，那孩子父亲是不是公社主任刘大富的？林卫东的话立刻引来了轩然大波，围观的群众纷纷开始议论。谁也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种事儿，在70年代未婚打胎绝对算得上一件丑闻。这种丑事我本不想说，这是你逼我的。围观的人群纷纷指责起李小燕，骂她不要脸搞破鞋，还冤枉好人。李小燕知道再闹下去只能是自取其辱，只得起身狼狈离开。淼淼，你原谅我，我真没想到他会来医院这么闹。林卫东，你听好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林卫东知道霍淼淼在气头上，无论他说什么都不会听，只得先行离开。这是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林卫东，林卫东欺负我，你要给我报仇。刘大富是公社主任，在特殊年代手里有一定的权力，要不然李小燕也不能委身于他。林卫东是吧？我马上就叫人去教训他。卫东哥，我们都守3宿了，也没人来报复啊。让你干啥你就干啥，废什么话？就这儿，我白天踩过点，咱快点，完事快跑。此时林卫东和徐大头已经悄然下车，离两人越来越近。干什么呢？想放火，我弄死你们！林卫东拿出纸笔，让两人写了认罪书，签了名，按了手印，才放两人离开。第二天一早，林卫东就拿着认罪书直接来到了公社。刘主任，我哪得罪你了？卫东啊，得罪这是哪的话？自己看。这就是2个二混子，他们的话你也信？刘主任，你要是不认，我就去保卫科，到那个时候找你说话的就不是我了。刘大富听说林卫东在市里也有一些关系，知道这件事闹大了对自己没好处，只得连忙赔礼道歉。刘主任，我知道就是一场误会，这事过去就算了。就是，以后都是朋友。对了，刘主任，能不能把公社的放映机借我用几天？放映机是放电影用的设备，类似于现在的投影，只不过用的是胶片。这东西每个公社都有，但后来基本闲置了。没问题，一会儿我给你送过去。不用，我一会儿开车过来拉走。卫东哥，你这天天放电影又不收门票，白白为人民服务。你懂个屁，这叫广告营销。雷神、嘴神，你们才是永远的 YYDS。这批货是林卫东前几天在阿哲那里订，有丝巾、花衬衫、喇叭裤、电子表，还有最新潮的3街头皮鞋之类的。林科长，这丝巾真漂亮，多少钱一条？你和小李1人1条，钱什么钱？拿去戴。林科长要送人送女朋友？好看不？好看，多少钱？拿去送你，把我妈照顾得这么好，就当是感谢了。真的假的？把你们科的护士都叫来，只要是照顾过我母亲，每人1条送。与此同时啊，有小护士跑去也通知了霍淼淼，霍淼淼也好奇林卫东在搞什么鬼，便跟过来看看。行啊，大方啊，有钱是吧？找小姑娘喜欢是不？吃醋了？这个是送你的，全市只有1条，香奈儿品牌的。香奈儿？香奈儿是什么？70年代末，信息闭塞，人们对奢侈品牌没有任何意识。别管那么多了，你戴上试试，好看不？我不要，谁稀罕这破玩意儿？不能这么轻易就原谅他。原谅我吧，亲爱的，我知道错了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好浪漫啊，霍医生，原谅他吧。就是，这么好的男朋友，我要了。小护士们都拿了好处，纷纷帮他说话。最终霍淼淼收下了丝巾，两人的关系又近了一步。两人刚一起吃过饭，相谈甚欢。饭后，林卫东坚持要送霍淼淼回家，
快跑！孝敬我的叔叔，孝敬您的。只要您以后不拿板砖拍我，我就一直孝敬您。别以为一块电子表就能收买我，我家淼淼是要嫁高干子弟的，你这样的门儿都没有，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！哼！林卫东清楚地记得，上一世霍淼淼在包办下真嫁了个高干，婚后并不幸福，常常遭到家暴，最终得了抑郁症，跳楼自杀。林卫东暗暗发誓不会再让悲剧重演。林卫东一早收到通知，让他到厂里开会，这让他很困惑。按说自己承包了门市，应该和工厂已经没多大关系，不知为何韩学强非要找他来。林科长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新分来的大学生赵家亮，负责我们厂的服装设计。啥意思？只是找个大学生想打打我的脸？林科长，这段时间您的工作业绩很是突出，想让您给产品提一些意见。老东西，这是玩的什么套路？这是新款的西服，以后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服饰，我们厂应该先一步大力投入生产。林卫东知道这种西服在80年代中期曾经流行过，不过为期很短，现在投入生产恐怕要成为积压货，所以下意识地摇了摇头。韩学强、赵家亮都看到了他这个动作。怎么，林科长有不同意见？我没意见。没意见就好。我还是要跟你说一下，每一个门市每个月100件的任务，林科长3个门市，那就是每个月300件。老东西原来在这等着我，300件我卖给鬼去！韩厂长，您好像是忘了一件事，门市是我承包的，自负盈亏。林卫东的意思很明确，我自负盈亏经营上的事，你们厂里也没权利管。林科长，您是自负盈亏，但门市毕竟是厂子的生产，厂子有困难你也得帮着分担。再说，以你的能力，300件也不多。不多你老母。厂子有困难我可以分担，不过这种西服我卖不出去，想让我分担只能让我自己出设计图。在70年代法律并不健全，韩学强真把门市收回，林卫东也没地方告去，只能自认倒霉。林卫东拿出了自己的方案，生产喇叭裤。这种东西都是流氓混混才会卖，我们国营厂不可能生产这种东西。我和赵设计师意见一致，我们国营大厂生产这种东西还不得让人骂死啊！我看不如这样，我再承包2个车间生产喇叭裤，工人工资我来承担，这样也算是为厂里减轻负担。纺织厂一共6个车间，一直都在亏损，如果能甩出2个车间，自然是再好不过。韩学强立刻答应了下来，并将2个最破最差的车间分给了林卫东。张卫国宣布了决定，工人们一片哗然，没人看好林卫东，感觉厂子就是在乱搞，纷纷表示要调制别的车间。他谁呀？让我听他的，这叫什么事？我承包车间也是为了大伙能多赚钱。大家稍安勿躁，既然已成事实，我们就好好干活，相信厂领导，相信林科长。谁爱干谁干，反正老子不伺候了。魏大全为人仗义，在工人中十分有声望，如果不将他搞定，林卫东的工作很难展开。林母的身体基本已经恢复，林卫东是来办理出院手续的。等我们厂开了工资，我一次性补齐还不行？你不交钱，上面要停药的，这个我也没办法。行了，我出去找人借。原来魏大全的父亲也在这边住院，欠了一些医药费，被小护士催缴，搞得他很没面子。魏大全话是这么说，可他知道厂子都半年没开支了，他根本没地方借去。魏大全，厂子开支了，我是来给你送钱的。魏大全很清楚，厂子根本没钱开支，这钱肯定是林卫东自己出的。碍于面子，他并没有说什么。厂子里原来的线路老化，只能用小瓦数的电灯泡。林卫东准备将换上大瓦数的电灯泡，这样工人干活也就方便了。林科长，欠你的钱在我工资里扣，再和我提钱，你就是瞧不起我。2个小时后，线路更换完成，林卫东又每人补发了1个月工资，并表示欠的工资他都会给还上。工人们个个干劲十足，没有一个偷懒的。卫东哥，你看看这生意多好，这点小钱算个毛。林卫东知道，光靠这几个门市根本无法消耗2个车间生产出来的产品，必须想办法把业务扩展，比如去省城搞个批发点。3天内，林卫东、徐大头跑了4个城市，签下了20几份供销合同，收到了2万多的定金，回去必须加速生产，要不然这些订单根本就无法完成。卫东哥，货订出去了，2个车间人手不太够啊。人手不够就从别的车间借，只要给钱还怕没人干活？林卫东知道现在缺的不是人，而是设备。纺织厂用的设备都太过老旧，想要加快效率，必须更换设备。若全部是自动缝纫机，产能就可以翻几个番。想买这种设备，只能去京城或南方。
林卫东决定给阿哲打个电话。大伙儿都听着，今天是开支的日子，还是那句话，多劳多得。这次的冠军是陈小花，基本工资19块8，提成89，实开工资120块整。70年代末，平均工资40元钱左右，一个月能赚120，是许多工人想都不敢想的。消息传出，纺织厂炸开了锅，许多人找到张卫国，要求调到林卫东承包的车间，甚至还有人找到韩学强，只因这段时间生产的西服根本没有销路，又积压了不少，工资更是1分钱都没有。林科长，车间招人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最多还能接纳100人，不过我只能要年轻女工，年纪大的肯定不行。林卫东已从阿哲那里订了一批全自动缝纫机，这几天就要到货了。新设备要学习，年轻人肯定会好很多。100人都要年轻的，我把厂子给你算了。也不是不能考虑，我不管，100人一半一半，这是厂子最大的让步。不行拉倒，我一个人都不要了。有钱有设备，还怕招不到人？林科长，现在你满意了吧？还是那句话，我看不如把厂子承包给我算了。我劝你一句，把尾巴收一收，锋芒太盛没好处的。姐夫，就让那小崽子这么嚣张，你也不管管？我看再这样下去，厂子就是他姓林的了。放心，他嚣张不了几天。那就好，我先走了。大虎，我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？虎哥找我有事吗？就你打了我兄弟。虎哥，有什么事儿您就直接说，没必要找这种借口。行，爽快，我也不废话。你3个门市每个月交500，我大虎保你平安无事，长命百岁。你他妈是不是聋？虎哥说的500不是50，50就这么多，要就拿走，不要就算了。你拿我们虎哥当什么了？你打发要饭的呢？不要是吧？那我走了。今天来了，不拿钱就别想走。你他妈的装什么装？林卫东收到消息，便跑去找了汪月静。得知了情况之后，汪月静告诉他，只管去就是，这边的事他来安排。半年后，韩学强、秦向东被捕，罪名是贪污受贿、挪用公款、买凶伤人。张卫国成为代理厂长。我说老东西，欠我的钱啥时候还？前一段时间，霍强被人设局输了一大笔钱，为了还赌债，找到陈近南借了一笔高利贷，结果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利滚利已经达到2万。我不是不还，我暂时没有那么多，等我把房子卖。没钱好说，把你女儿嫁给我，以后你是我岳父，那点钱就当彩礼了。不管怎么说，陈近南也算高干子，算算好像不亏。我不嫁，我来还钱。在江城，想嫁给我的女人，没有1000也有800。我娶你是给你面子，是你高攀，别给脸不要。我不出去，有话好好说。上。住手！你他妈的谁呀？林卫东，霍淼淼的男朋友。我他妈管你是谁！别急着走嘛，有什么事儿和我谈谈。他欠我钱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欠多少？说个数。不多不少，正好2万。5000，我就借了5000。这是1万，拿着，滚。卫东，谢谢你，之前我早晚还你。男人赚钱不就是给媳妇儿花的吗？可我不是你媳妇儿。我说是就是。讨厌。林卫东已经正式成为纺织厂厂长，全面将纺织厂承包下来，并完成了初步的整改。纺织厂完全转型为服装厂，厂子一片欣欣向荣。学校那边联系的怎么样了？都已经联系好了，等那边定下来就可以生产了。此时的服装厂接下了全市各大学校的校服生意，仅凭这一个项目，林卫东已经成为了市里的风云人物。
这些信是举报你的，不仅有作风问题，还有经济问题的。你有什么想法？厂子进行改革精简，肯定要得罪人。他们告我也能理解。要不然这样，你先把工作放给张卫国，等事情调查清楚再说。汪月静也是没办法，这些人一直在闹，他必须给出一个交代。正好我借这个机会去趟南方，考察一下市场。卫东，你这种人才就应该来我们这边，这边遍地都是黄金。遍地都是黄金？你这2年发财了吗？还好了，一会儿请你们吃海鲜。吃海鲜不急，现在我去你们的工厂看看。林卫东回想上一世的记忆，再过几年，这里就会成为华夏最繁荣的城市之一。整个下午，阿哲带着林卫东参观了鞋厂、电子厂、服装厂等等。吃过晚饭，才将他2人送回宾馆。卫东哥，这边的厂子怎么都是个人干的？大头，以后的工厂大部分都是个人的，国企会越来越少。那他们不成资本家了吗？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，洗早点睡吧。林卫东有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计划，他准备回去也开一家电子厂，从简单的电子表开始，慢慢的在做手机、电脑、芯片。他要为国分忧，为大国崛起添砖加瓦。林卫东带着许大头返回江城，市里对他的调查已经有了结果，所有的举报都是诬告，带头的赵海波、秦百川都已经被收监。你说什么？要辞职？你知道吗？我费了多大劲才保住你，现在跟我讲你要辞职？现在厂子已经上了正轨，谁当这个厂长都一样。别和我扯没用的，这个厂长必须你来，别人谁也不行。纺织厂原本年年亏损，林卫东接手不到半年，厂子不但扭亏为盈，还成为了市里的利税大户。作为副市长的汪月静，怎么可能放心将厂子交给别人？我还想再干一个电子厂。你小子野心够大的，市里就2个无线电厂，你看中哪个了？回来的火车上，林卫东就考虑好了，如果汪月静不同意他辞职，那只能是兼任2个厂的厂长。那就无线电1厂，我准备生产电子表，工人更容易上手一些。这事儿我一个人做不了主，得上会研究，你等消息吧。记得服装厂你还得管，生产任务要完不成，我唯你是问。送你的礼物，看看喜欢不？钻戒多少钱？很贵吧？不贵，你喜欢就好。我不要，这太贵了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媳妇儿了。1个月后，林卫东、霍淼淼举办了盛大的婚礼，纺织厂全员到场。计算器、电子表，我看这2个项目都可以。我看不如生产带计算器的电子表。李浩然是国内有名的无线电专家，他的特长在于无线广播、电视机等方面，对空降的厂长林卫东更是100个瞧不起。我看行，那就这么定，生产一批带计算器的手表。开什么玩笑？手表上怎么带计算器？厂长说能，那就一定能。你操什么心？林卫东很清楚，李浩然是恃才自傲，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。尽管如此，林卫东还是准备打打他的脸。我画给你，李工你也帮着看看，有什么意见尽管提。哼。很快，李浩然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，全神贯注看着林卫东画图。这是标准的工程设计图，从外形到内部结构，林卫东画的是相当专业。怎么样？你看，李工，看我这设计图还行吗？李工，怎么样？你倒是说话。林厂长，是我狗眼看人低了，这个设计图画的相当标准。李工，以后的目标是录音机、电视机，到那时候就有你李工用武之地了。真的，我们以后真能生产电视机。此时全国无线电厂能生产电视机的只有寥寥几家，大部分都在京城。技术是一方面，更主要的是没有市场。快，很快，最多3年。1个月后，第一批电子表下线一经上市，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追捧。这位是海城百货大楼采购员王洪涛。想不到林厂长这么年轻，真是少年俊才，有为有为啊！海城过来的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是来拿货的，咱们厂的电子表卖得太火，我们海城那边都收到消息了。电子表刚下线不到1周，林卫东还在考虑怎么扩展市场，没想到人就上门了。还没等2人开始谈，接二连三有人上门，都是周边县市来求购电子表的。一时之间让林卫东有些应接不暇，整整忙了1天。林厂长，您回来了。卫东，小燕想求你安排个工作。半年前，刘大富因为贪污受贿被抓，李小燕也受到连累，丢了工作。无奈之下，只好硬着头皮来找林卫东帮忙。安排工作，先把欠我的彩礼钱还了。上一次害我害的还不够，这一世我不想和你们姐弟有什么交集。怎么说话呢？现在小燕姐弟不容易，你有能力就照顾照顾。姐姐，以前都是我不对，你帮我劝劝林厂长，
他最听你的话了。林卫东立刻就知道要坏事了。霍淼淼生性善良，最看不得的就是别人哭。卫东，过去的事就过去吧，厂里缺人，你就帮着安排安排。行，那你俩先回去，等着通知就好。林卫东根本没想管李小燕和李建华的事，让他俩回家等消息完全就是托辞，只是想把他俩打发走而已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姐俩就像狗皮膏药，一旦沾上，再想甩就难了。我不是让你俩等消息，我这不是怕你贵人多忘事，把我给忘了吗？行了，你俩等着吧。李小燕来之前已经下定决心，不惜一切手段，也要和林卫东重归于好。张厂长，你看看厂里还缺临时工不？如果缺，帮着安排一下。你俩是林厂长的亲戚？不瞒张厂长说，我和林厂长好过。好过是什么意思？我姐和林厂长差点结婚。这几日无线电厂那边生产已经步入了正轨，不需要林卫东在那里守着，他便选择了离家比较近的纺织厂办公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带了饭给你。我中午吃食堂。食堂的饭哪有我做的好？出去，别来烦我。站住！他还是舍不得我。把这个也拿走，以后不许再来我办公室。哼！林卫东离开纺织厂，叫上徐大头，两人去了无线电厂。这段时间他都不准备再回纺织厂了。看到李小燕，他就觉得恶心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李小燕在厂里，逢人便说她是林卫东的旧相好，是霍淼淼第三者插足，才造成了他俩的分手。许多不明真相的工人都相信了他的话，一时之间，林卫东成了人人喊打的渣男。就是他，那个第三者插足的坏女人。就是他，她就是林卫东媳妇。你看她长那个骚样，就不像个好玩意儿。此时医院已经传得沸沸扬扬，不少人都在背后对霍淼淼指指点点，只是他并没有察觉而已。你听说没？咱们霍医生原来是第三者插足。你们不知道吧？我听老护士说，那女人来医院闹过，好像是霍医生抢了人家男朋友，就是她现在的老公林卫东。霍淼淼想不明白这谣言是从哪儿来的，想来想去，终于抢到前几天上午的李小燕立刻请假直接去了纺织厂。霍淼淼到厂子的正好是中午吃饭时间，办公室没人，他以为林卫东会在食堂。快看谁来了！谁呀？谁呀？破鞋头子，咱们厂长的夫人呗。众女工叽叽喳喳，很快人们都注意到了霍淼淼，纷纷指指点点，议论声四起。姐，机会来了，我帮你教训他。我打不过林卫东，我还打不过你个臭娘们儿。算了，过去的事了，我就当没发生。李小燕比她弟弟心眼多，知道真闹出事不好收拾。不过她也想让霍淼淼出点丑，没准就能让他们夫妻失和。小燕姐，你怕他干啥？我就不信了，一个第三者有啥了不起的？谁说不是？我最烦的就是这种勾引别人男人的狐狸精。这要是再头些年，这种女人都得下猪笼。在众女工的怂恿下，李小燕的胆气也渐渐壮了起来，迎着霍淼淼走了过去。呀，这不是我们厂长夫人吗？林卫东呢？他去哪了？他不是让你勾搭跑了吗？我还没找你要人呢，你倒找上我了。李小燕此话一说，场内是一片哗然，许多女工都对着霍淼淼指指点点，一片讨伐之声。你一个狐狸精，居然还找到这儿来！你当年做的丑事儿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当初要不是你这个骚狐狸，林卫东能和我姐分手？不明真相的群众越聚越多，指责霍淼淼的声音也越来越大。霍淼淼哪经过这样的场面，整个人都被吓傻了。林卫东看到霍淼淼被围在人群之中，立刻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淼淼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指我干啥呀？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我姐他俩都订婚了，如果不是你，我现在就是厂长小舅子了。此时林卫东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，都怪自己当时一时心善，留下了这两个谎。林卫东，你个没良心的，居然敢打我弟弟，我和你拼了！你们不是想知道我到底做过什么吗？林卫东将事情的前前后后讲述了一遍，在场的人终于明白是非曲直了，纷纷向李小燕姐弟投去厌恶的目光。李小燕，你这个捞女，除了钱，你眼里还有别的吗？我有什么不对？不就是让你把工作让给我弟弟吗？我有什么错？我就这么一个弟弟，对他好一点有什么不对？你真行，居然利用我们，我真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我们厂容不下你这么不要脸的人。几天前，林卫东从阿哲那里订了几台小本子产的录音机，今天刚刚收到货，便找来李浩然一同研究内部结构。没什么技术含量，我们一样也能生产，而且保准比他们生产的好。这样最好，先试着生产一批，投入市场试试水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林卫东开始采购所需要的配件，
配件一到便投入生产，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第一批双卡录音机投入到了市场之内。按照林卫东的建议，在次代舱喇叭上都安装了2极管小灯，随着音乐的节奏一闪一闪的，一经上市便被抢购一空。大家看到的，这就是我们江城无线电一厂生产的卫东牌电视机，无论是款式、功能，都行业内遥遥领先。东西是好东西，就不知道这价格，咱老百姓买得起不？就是啊，买不起，再好有啥用？80年代初，一台17寸的普通黑白电视机，价格在700元左右，都快赶上普通工人2年的工资了。17寸黑白电视机只要499便可以拥有，手头不宽容的还可以分期付款。499不会让我们平票吧？今天交定金，1周后便可以将电视抱回家。小李的这套话术是林卫东用3天时间培训出来的，效果是出奇的好。很快，电器专柜前面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。卫东哥，你真行，教出来的徒弟能把死人说活了。林厂长，我算是服了，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简直就是销售奇才。等再过几十年，雷神、嘴神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销售鬼才。经过1年多的努力，我们厂的第1批福利房已经建设完成，第1批分到房的职工请上台领取钥匙。几年间，纺织厂的规模已经翻了一番，厂内有工人近2000人，生产的产品覆盖了整个东三省。林卫东几次上了报纸，成为了改革开放标兵式人物，许多厂矿领导都来这里学习取经。这是我们厂第1台彩色电视机，也是我们东三省第1台彩色电视机，甚至是全国第1台自主研发的彩色电视机。所有的配件都是国内生产的，包括电子显像管。林卫东带领团队经过1年多的时间，终于研制成功，一举解决了显像管卡脖子的问题。咱们也别高兴得太早，产品还没有经过市场的检验，谁也不知道行不行。林厂长，你太谦虚了，我算是发现了，就没有你卖不出去的产品。同尺寸的价格最低，同价格的尺寸最大，还可以进行分期付款，市场反应强烈。上次大虎被判了5年，今天是他出狱的日子。虎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王二狗、范大彪各判了3年。虎哥，走，喝酒去。咱们的仇人还活着吗？活着，活得可欢实了。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在报纸上看到他的消息。大虎出狱了，他要做的第1件事就是找林卫东报仇。3天前，林卫东收到邀请，来京城参加全国经济建设标兵大会。林厂长，请问贵厂下一步还有什么新产品问世？这个问题你应该问我们厂的总工程师李浩然李工。李浩然面对镜头侃侃而谈，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。这个效果正是林卫东想要，他不想太高调，只想闷头发大财。林卫东来京城，目的之一就是来古玩一条街逛逛。要知道80年代初，古董相当的便宜，而且讲价很少，正是捡漏的大好时机。卫东哥，这都是啥？这都是古玩。你呀，是野猪吃不了细糠。我吃馒头，不吃糠。3人嘻嘻哈哈一路向前。很快，一个卖瓷器的地摊吸引了林卫东的注意力。800，乾隆官窑。这是拿我当棒槌。这是晚清官仿。晚清时期仿了许多乾隆、康熙年期的瓷器，古董界被定义为官仿。一眼老大开门，这玩意儿在18年苏富比春季拍卖会拍出了2亿的天价。你买不买？不买放下。我不太懂，不过看着不错。你能便宜点不？那件珐琅彩是马嘉诚新收上来的。在他看来应该是创汇期的东西，他哪知道自己这次是看走眼了。2件，您给2000拿走。今天算捡到大漏了，天大的大漏！卫东哥，你是不是疯了？2000就买2小破碗？你懂个屁！别废话，快走！3人出了古玩街，打辆出租车回了宾馆。见没人跟上来，林卫东这才放心。老马，那个珐琅彩小碗呢？卖了2000。他妈的，完了！啥意思？别告诉我那小碗是老的。废话，不是老的，我能回来找你。与此同时，林卫东已经踏上了返程的火车。一眼老大开门，晚清后期放的乾隆官窑斗笠碗。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。不过我这还有一样东西，只拿来了照片，没有实物。范老师能帮着看看吗？范海洋看过照片，给出的回复是：从照片上看应该是老的。操他妈的！我跟了他2天，每天车接车送，根本就没有机会，就没有落单的时候。我看不行，就把他媳妇绑了。那娘们长得不错。祸不及家人，咱们只干林卫东，他的家人咱不碰。你们说啥呢？江湖上的事你少打听。当晚，牛小伟便将3人的对话转述给了林卫东，并叮嘱他要多加小心。
卫东哥，你说大虎敢来吗？大虎还算条汉子，不会不来的。今天一早，林卫东通过道上的朋友给大虎捎了信，让他来汇宾楼聊聊。你小子还活着呢！虎哥，好久不见，坐下聊聊。聊你妈！我今天就弄死你！虎哥，我听说你有个儿子在读高中。大虎就是个混不吝的性格，如果说他这辈子还能在乎一个人，可能就是他儿子了。你敢动我儿子，信不信我杀你全家？我听说你儿子学习不错，估计能考上个不错的大学。你知道这些年你在里面你儿子上学是谁供的吗？自从大虎进了监狱之后，林卫东一直资助大虎儿子，只是这种事他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起过。是你，这个些年每个月汇钱的是你。小虎学习不错，我准备资助他读大学。你要弄死我，小虎大学可就上不成了。虎哥，出来了就好好过日子，别混了。卫东哥，你说他们还会找你麻烦吗？从这天起，大虎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，带着王二狗、范大彪开了一家修车店。2000年初，又开了江城市第一家汽车 4S 店。林卫东是大股东之一。怎么样，有什么进展没？1比1问题不大，体积缩小一半，难度太大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手机已经进入了华夏大地。前年，林卫东便组织进行研发，已经生产出几款可用的，只是还没达到他的要求。林厂长，我不太明白，你为啥一定要求小，还要显示汉字？市场上不都是英文机吗？是啊，大点怕啥？拿着多气派。我们华夏人的产品不能显示中文，是不是有点对不起祖宗？说得好，我们不能对不起祖宗。再给我3个月时间，我一定会把问题解决。林卫东突然想起一个人来，中国汉卡支付，它能解决计算机的问题，自然也能解决手机的问题。去京城，开车，走。想要实现在手机中显示汉字，那就需要一款缩小版的汉卡。这个技术我们这边可以提供。那太好了，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，我就能造出世界第1台中文手机。显示中文的问题解决了，还有输入中文的问题。徐工，你说拼音加笔画行吗？手机又不是电脑，只要显示就可以。输入法真的有必要吗？此时的手机并没有电话本、短信息等功能，自然也就不需要输入法。作为穿越者的林卫东却知道输入法的重要性，要做就一步到位，要做就要做到遥遥领先。手机以后会和电脑一样有储存功能，可以做很多事，比如电话本，比如小游戏、看书、看电影。林厂长说什么？手机看电影、玩游戏？你不是在说梦话吧？徐工，我说的这一切都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实现。也许你说的是对的。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，有个叫马克尔的同学也说过类似的。他还说，将来要做一款靠电池作为动力的汽车。这些在我听来都是天方夜谭。马克尔，某斯拉的老板。3天后，徐光北给出设计方案，不过暂时只能显示汉字，输入汉字还需要一定的时间，暂时无法解决。这个结果，林卫东已经相当满意，在行业内已经是遥遥领先的存在了。林厂长，这玩意你比我玩的溜啊！你啥时候学的？这才哪儿到哪儿？东方1号量产还需要多久？东方1号是林卫东给手机起的代名，他本想叫东风，就怕引来不必要的麻烦，这才改成东方。东方一个能代表华夏的名字。设备还有一些小问题需要调试，京城那边的技术明天到，估计还得1周。爸爸，爸爸，给我买糖了吗？一天天就知道吃，看看你都快胖成小猪了。5年前，霍淼淼生下了儿子林云志。按照林卫东的想法，是让霍淼淼辞去工作，在家当个全职太太。霍淼淼没同意，她还很喜欢自己的工作。老婆大人回来了。你猜今天我看到谁了？我上哪儿猜去啊？你说说，咱班哪个同学？你真聪明，你还记得班长郭子健吗？林卫东忘了谁，也忘不了郭子健。上学时2人关系不错，后来郭子健考上了大学，毕业后又直接出了国，2人便失去了联系。后来郭子健回国，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林卫东，并提出要与他一起做个项目。林卫东出于对同学的信任，投了一大笔钱，结果郭子健卷钱跑了。郭子健说了，想组织同学聚一聚。好啊，到时候我们一起毕业这么多年，也应该聚一聚了。出国这么多年，真太想你们了，尤其是你，林卫东。我也想你，咱们这些同学，我最想的就是你，骗了我好几百万，我想你想的都想弄死你了。
他们班我最佩服的就是林卫东，你们看看人家，隔三差五就上报纸，一个人管着2家大厂，还娶了我们班的班花，人比人真气死人啊！这些人都赶上了时代的红利，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没有生活太差的，只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危机。卫东，我这次回来想做个项目，你有兴趣吗？依旧是熟悉的套路，熟悉的配方。酒桌上不谈正事，有什么项目，明天我们单独聊。好，为了我们的友谊，干杯！这项目绝对一本万利，咱俩一人投100万，不出半年就能回本。卫东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你不会连100万都拿不出来吧？何宇春你认识吗？你认识他？老班长，你看看那是谁？原来郭子健3年前便回到了华夏，在南方以做生意为名骗了一大笔钱，受害者之一就是何宇春。1年前，经过股制改革，无线电一厂改名为东方科技集团，林卫东是董事长，占股75%，许大头任总经理，占股15%，李浩然任总工程师，占股10%。请进。林总，今晚有个晚宴需要您出席。我不是说过，这种事儿以后都找徐总。徐总就是徐大头，现在公司对外应酬的事情都是他来处理。是这样的，这个晚宴是京城商会举办，许多生意的大佬都会到场。1995年的商业大佬会议，那个姓马的会出现吗？马先生你好，您认识我吗？此时的马凯还是一个为融资四处碰壁的屌丝，没有哪个大佬真正瞧得起他。他来这儿也是想碰碰运气，没想到居然还有人认得他。当然，只是你不记得我了而已。上一世，你这张脸全中国没有人不认识，只可惜后来结局不太好。您是东方科技的老总林卫东，我看过您的采访。我已经很低调了，有些采访你也知道是无法避开的。林卫东说的是实话，只不过显得有些装逼而已。从这一晚开始，两人变成了朋友。林卫东投了1000万，到马凯的公司是最早的投资人之一。这1000万在几年之后就变成了几10亿，是林卫东这辈子最重要的一笔投资。这也为他日后做芯片研发、无人机研发等等项目铺好了路。时间来到2000年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手机市场竞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，国内也兴起了许多品牌。尽管如此，东方手机销量依旧是清场市遥遥领先。MP3 播放器这东西能有市场吗？据我所知，欧美、东南亚年轻人几乎人手一台。徐工，你还记得我当年说手机可以听音乐、看小说、看电影吗？当然记得。现在想想，还是林总有远见，佩服佩服。不是我有远见，而是我亲眼所见，这就是创业者的好处。相信我，把这个功能和手机结合到一起，你就会得到一个新的产品 ——MP3 音乐手机。林卫东记得很清楚，第一款 MP3 手机是由南门子公司生产的6688，当时一经上市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，售价甚至一度超过了6000，算得上是当时市面上最昂贵的手机之一。既然重生了，林卫东就要为华夏拿下这个第一。好，我马上就组织研发，争取在3个月内拿下这个项目。徐光北是3年前加入的东方电子，主管产品软件开发，是公司的3大核心人物之一。1个月前，东方音乐手机成功投放市场，在定价高达4800元的情况下，依旧是供不应求，并且成功打开了欧美和东南亚的手机市场。这是华夏手机品牌第一次走出国门，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，因此上了央视的新闻。在记者采访，林卫东明确表示，他下一步会进入电脑行业，并且会在5年内推出一款从软件到硬件全部由华夏可控生产的品牌电脑。消息一经传出，立刻受到了欧美各大厂商的嘲讽。在他们看来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东风公司能取得这样的成绩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而是所有人齐心协力创造出来的奇迹。为我们的明天，为我们东方，为我们强大的祖国，干杯！请问林总，这台电脑真的是完全国产吗？从软件到硬件，从键盘到鼠标，甚至连机箱上的一个螺丝，都是我们华夏自己生产的。系统是盘古 1.0 CPU， 采用的是伏羲1代。GPU 是女娲1代，从性能来讲，绝对可以说是世界一流。请问林总，配套的软件，比如制图的、文字处理的，您这边是怎么解决的？我们公司从2000年便开始注意培养软件人才，现在拥有本科学历的程序员2500多人，研究生学历的1000多人，博士后上百人，如此庞大的团队，配套软件也只是时间问题。第2天，林卫东的采访实录便出现在了华尔街的报纸上。一时之间，整个世界都知道了林卫东的名字。许多财团大佬聚到一起研究怎么能阻止这家伟大的华夏公司崛起，很快便有了方案，对东方科技全面打压，在技术方面不与其合作。
在商业方面，全系产品降价，挤占市场。见我办公室敢不敲门，恐怕整个华夏就你一个。你还有心开玩笑？欧美几大品牌联合降价，今天早上银行也打来电话，催着我们还贷。许多经销商也打来电话，说是不再销售我们的产品，要取消合作。这些情况都在林卫东的预料之中。西方资本就是这样打压华夏另外一家高科技公司的。只不过这一世，林卫东走得更为超前，先一步成为了西方资本打压的对象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林卫东是替那家公司承担了一切。放心，资金不是问题，一会儿就有人来给我们送钱。别闹了，我们的资金缺口是几十亿，不是几百块，谁给咱们送？我。马总，好久不见，一向可好？我听说公司遇到了困难，有什么需要尽管说就是。我操，淘淘网的 CEO。此时网购已经开始有了初步的规模，淘淘网已经开始盈利。马凯这次就是来报答林卫东当年的知遇之恩。公司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，资金上有一些缺口，这可是未来的首富，我必须把这条大腿抱紧。当年我籍籍无名，四处碰壁之时，是林总帮了我，现在轮到我回报您了。50个亿，够吗？够，太够！有了这笔钱，公司又活过来了。这笔钱我暂时用不上。林卫东这些年收藏了许多古董，价值上亿的就有10几件。他只要将这些东西拿出来出售，便可以解决眼前的问题。只不过这些东西都是国宝，他不想出给外国人，所以在国内已经找人做了抵押，刚刚已经有了30亿到账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同志们加把劲，一定要想尽办法完成销售业绩。面对强大的西方资本，我们不能服软，更不能跪，我们要给他们迎头痛击。李总放心，我们一定完成任务。我们华东区已经参加了政府采购，相信不会有任何问题。我们这边也是一样，学校机关单位全部订单已经拿下。林卫东站在人群后方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十分欣慰。他深知华夏民族的力量，只要华夏民族团结起来，便是这世界上最坚硬的盾牌。东方1号新能源 SUV 是50万以内最好的 SUV。经过40年的发展，林卫东的东方科技已经成为了华夏，甚至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高科技公司。旗下的产品包含手机、芯片、通讯、网络、新能源汽车、无人机。产品发布会当天，首订就破了100万辆，再一次刷新了新能源汽车销量榜。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？几年没回来了。这里变化好大，这个地方是……当年就是在这儿遇到的王二狗、范大彪，当时你还说他俩是我找来的。是啊，我现在还怀疑那2个家伙是你找来的。这个世界唯一公平的东西，也许就是时间。无论你是富豪还是屌丝，都无法抗拒时间，都会随着时间一点点变老。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论华夏在全球贸易的重要性，以及大国崛起的壁垒。半个小时后，演讲结束，林卫东鞠躬下台，立刻响起了经久不衰的掌声。转天，华尔街便登出了消息，林卫东更是登上了《华尔街时报》的头版头条，成为了第一个登上《华尔街时报》头版的华人企业家。